你飞雪道场已经没有资格当我界神宫的对手了。没资格当对手，你倒真敢说呀！这一届的排位战，我飞雪道场赢定了。看你的样子，似乎很自信呢。当然，上一次你也是这般自信，可最后3场排位战，你飞雪道场连1场都没能赢，而这一次，这一届我飞雪道场若是不胜，我将飞雪道场的那些执事全给杀了。去，将我飞雪道场的金衣执事全部叫过来。是。金无双，季馆主叫我们过去了，你也去龙浩他们那儿吧，早点做好准备。好。开始吧。开始了。你们都听着，3场排位赛开始，我们进入山石界后，不管你们散落在哪个地步，都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朝那里，也就是那座血火峰赶过去，明白吗？明白。血火峰，看，那是陈峰师兄。被他斩杀的那位界神宫天才我知道，名气很大的，可在陈峰师兄手中，竟然连逃都没法逃掉。不愧是我飞雪道场3重天界神当中的最强者，当真厉害。陈峰，乌苍大人之前说过，这届排位战，飞雪道场一方，也就3重天界神这场排位战赢面较大，而之所以赢面较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陈峰，他似乎是飞雪国度3重天界神当中的第1人。赢了，我们赢了！3场排位战，这第1场便是我飞雪道场赢了。还好，这第1场排位战倒是没有出现太大的变故。你飞雪神国的那陈峰实力太强，我界神宫3重天界神里边没人可以与之抗衡。这场你们能赢，也在意料之中。不过你飞雪道场也就能够在第1场排位战得意一下，接下来的第2场、第3场排位战，你们不会有任何希望。是吗？那就等着瞧吧。哼！废物，一群废物！还好，最后1场排位战有剑无双出战，应当不可能会输。剑无双，我倒要瞧瞧，你如何能够让飞雪道场赢得这场排位战的胜利。龙浩，咱们又见面了。陆琴，哼，上次你都已经败在我手里，这次还打算来自取其辱吗？上次败给你已经是万年前的事，而这一次，我会在这排位战中，堂堂正正将你击败。是吗？那我就拭目以待喽。开始吧。走。之前龙浩便说过，要我来到山石界之后，便尽快朝血火峰赶过去。不过，那血火峰在哪儿呢？虽说不清楚现在到底在哪，不过那山石界似乎是在那个方向。飞雪道场麻烦了，这才刚开始，他们便有一位天才淘汰了。没办法，只能怪那位天才运气不好，这么快就碰到了陆晴，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论实力，飞雪道场这10位天才本就比界神宫要弱上一筹，现在又淘汰了一个，劣势更大了。差一点飞雪道场就重创了。是啊，还好在最关键的时候龙浩赶到了，
不然飞雪道场汇聚的这4名天才都得死在那儿。但龙浩赶到后，双方都是淘汰了2位天才，还在飞雪道场的接受范围之内。不，飞雪道场损失还是比界神宫要大，毕竟另外2位天才虽然没死，但是也重伤了呀。飞雪道场必须赶紧想办法了，再不想办法，这场排位战必败。还好他们不算蠢，早就约定了汇聚的地方。现在飞雪道场的天才都在朝血火峰靠了过去，只要他们一会合，便可以尽快布置2支强者小队分散行动。这样一来，他们行动起来才会有保障，他们也可以想办法解决界神宫那些落单的天才，还能有一线生机。有意思了，诸位，你们看那幅画面当中背剑的那个小家伙，他是飞雪道场一方的吧？可他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呀？暗海，他竟然跑到暗海去了。暗海，那可是山石界的最边缘，他跑去那里做什么？难不成是想躲起来？这小家伙还迷茫啊！这是怎么回事？这剑无双，他在搞什么呀？不对，他绝对不是故意跑到暗海当中的，而是他对山石界根本不熟悉，并不知道那血火峰在哪个方向，所以他会走错了路。我的天哪，他刚加入飞雪道场，不像其他天才一样经常会去山石界历练，所以他对山石界很陌生，而我竟然忘了给他一份山石界的地图了呢。不曾听说跑到暗海当中去的那小子，是你带他加入飞雪道场的？哼，你最好是祈祷这场排位战我飞雪道场能胜，否则我扒了你的皮。剑无双，你可真是把我给害惨了呀！哼，你之前不是想让那剑无双出战吗？现在我倒要看看你该如何收场。就是这样，剑无双，你就这样一直迷茫下去，等排位战结束，看你如何死。这片暗海似乎是山石界的最边缘，看来是走错路了呀。希望还来得及。飞雪道场要败了，连龙浩都已经受伤了，而且伤势还不轻，恢复起来也不容易。这飞雪道场几乎已经没什么挣扎余地了。看，界神宫已经找上门来，决战开始了。别放弃，想办法先靠阵法拖住，等龙浩完全恢复过来，我们还有机会。龙浩，都到了这般地步，你还不放弃吗？上一届排位战你便败在我手中，而这一次你会败得更惨，你们没有机会了。哦，那个迷茫的小家伙总算赶到战场了。他终于赶过来了，不过现在才赶来，太晚了。大局已定，飞雪道场没机会了。就算那小家伙赶来了，对飞雪道场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届排位战又是界神宫赢了，已经赢了6次了呀。还好，虽说来慢了一些，但终归是赶上了。是剑无双，是他，他竟然到现在才过来跟我们会合。算了，来了总比没来的好。快，剑无双，快进入大阵之内，与我们联手抵挡住界神宫的攻击。等我战力恢复到巅峰，我们还有机会。剑无双，快过来！这小家伙傻得可以呀。现在的局势，他若是听龙浩的，进入大阵内与他们一同抵挡，说不定还真有一线生机。
可谁知道这小家伙竟然傻乎乎的一个人朝界神宫的天才杀了过去。之前就很迷茫，迷茫到跑到暗海当中去了，而现在好不容易赶上最终决战，他的举动反而更加迷茫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一条漏网之鱼。这小子是谁？怎么没有见过？管他是谁，既然他找死，那便成全他，直接杀了。竟然还有一位没死。意识，是意识攻击，好可怕的意识攻击！能够从我刚刚那一剑当中存活下来，你还不错。你是谁？飞雪道场一些厉害天才界神我都知道，可我却从来不知道飞雪道场的一重界天神里面有一个意识攻击这般可怕的家伙。我加入飞雪道场时间并不长，你不知道也很正常。是你自己离开啊，还是我送你走啊？想送我走？哼，没那么容易。他的意识攻击很可怕，但我刚刚是没有防备，才会出现短暂暂停的。只要提前有防备，他的意识攻击对我很难起作用，我完全可以仗着实力斩杀他。诸位，别愣着了，这场排位战是咱们赢了吧？好样的！竟然输了，是因为他？那小家伙是谁？为何我界神宫之前不曾听说过他？季馆主，恭喜啊！总算让你飞雪道场赢了一次。哼，什么叫让我飞雪道场赢了一次？我早说过，这一届排位战，我飞雪道场必胜。得了吧，你们也只是运气好，在排位战即将进行之前，得到了一位真正的天才。若非因为他，这届排位战输的肯定是你们。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小家伙进入你们飞雪道场的时间，怕不过1年吧。你猜对了，那小家伙加入我飞雪道场的时间不过3月，不足3月，怪不得。一位难得的天才，可惜被飞雪道场给抢去了。季馆主，这次算你们飞雪道场运气好，但下一届排位战，你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样的天才在，下一届排位战赢的还会是我飞雪道场。武藏，眼光不错嘛。多谢馆主夸奖。对了，那小家伙叫什么名字？你怎么遇见他的？他叫剑无双，是我之前在外闯荡时碰到的，且他绝对是我见到过的最强的一位天才。一个1重天界神，意识攻击这般了得，神力更是强得惊人，的确堪称逆天啊！这样的一位天才，我飞雪道场好生培养，他今后的成就绝不会比陈峰弱，甚至可能更强。馆主，剑无双他怕是并不想待在我们飞雪道场内。哦，怎么回事？是这样，这剑无双竟然是为了从我这儿得到前往10大修炼圣地的路线，这才替我飞雪道场赢得这场排位战的。10大修炼圣地，我当初在其中1大圣地待过一段时间，那里的确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地方。这剑无双如此天赋，渴望去10大修炼圣地也很正常。可惜了。
关主，那剑无双既然只是替我飞雪道场赢得一场排位战，马上就会离开，那进入天元秘境的名额，咱们也没必要给他，完全可以给我飞雪道场其他的天才。天元秘境的名额依旧给他，他替我飞雪道场赢了这届排位战，理应得到一些好处，区一个天元秘境的名额罢了。我飞雪道场还不至于吝啬到这种程度。青，接下来的事情便交给你了。是。我先回去了。武藏，你待会儿带那小家伙来见我。剑无双，就是他，一个人将我们7位天才全部击败，连陆晴在他手中都抵挡不了一剑。这剑无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冒出来的。他太强了。剑无双，我已经将那件事告诉季馆主了，季馆主要我现在带你过去见他。啊？馆主，我已将剑无双带过来了。你先下去吧。剑无双见过季馆主。剑无双，你的事武藏都已经跟我说过了，你想要去10大修炼圣地，我可以将去那的路线图给你，不过我还是劝你不要去那儿。啊？你或许还不知道，从飞雪神国到10大修炼圣地，路途是何等的遥远，在这中间又是何等的凶险。别说你区一个1重天的界神了，就算是一位3重天界神，想要去到10大修炼圣地当中，都万分的艰难。纵然是我，当初虽然去其中1大圣地闯荡过，但途中也遇到过一些危机，差一点就身死。剑无双，万古混沌世界本就处处遍布艰险，遍布危机。别说这季馆主了，纵然是洛真王、星辰一脉创始者在外闯荡时，都有可能会陨落。这又能说明什么？就跟去一些险地闯荡一样，难道就因为蕴含凶险就不去了？这倒也是。剑无双，我劝你还是暂且放下去10大修炼圣地的打算吧，最起码是暂时放下，就待在飞雪神国内，加入我飞雪道场，在我飞雪道场内修炼个几万年，等你实力提升，达到3重天界神了，你再出去10大修炼圣地也不迟啊。季馆主，我知道去10大圣地的路途非常凶险，但我心已决。哦，这样吧，你擅长剑道，而我飞雪道场内就有一位精心钻研剑道的罗馆主，这位罗馆主论实力比我还要强上几分，我可以让他收你为亲传弟子，亲自教导你修炼，如何？这，季馆主，实不相瞒，我之所以想要去那10大圣地修炼，那是因为我在那儿已经有了师门了，所以我才想尽快赶到那儿。已经有了师门，既然如此，那便算了。这便是前往10大修炼圣地的路线图。不过，我只去过其中1大圣地，所以也只有去那1圣地的路线图。10大修炼圣地彼此相连，间隔也不算太远，只要能找到一个，其他的就都能找到。多谢季馆主。10天后，天元秘境便会开启。那30个名额很大程度上是你赢回来的，所以到时你也去吧。果然跟我所猜测的一样，这飞雪神国的地理位置是在万古混沌世界的最边缘，是万古混沌世界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落，就相当于是一片无人知晓的盲星域。怪不得我之前不曾听说过这飞雪神国了。剑无双，
去往10大修炼圣地的路线图，你现在的确已经得到了，但想要从这飞雪神国赶到那儿，正如刚刚那位季馆主所说的，并不容易啊。怎么个不容易法？这个你先不用知道，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飞雪神国的位置，就没必要一定要按照那季馆主给的路线图去走。我先给你好好研究一番，等你从天元秘境当中出来，准备去离开飞雪神国时，我再告诉你。好。这是，剑无双，你应当也察觉到了吧？察觉到了，是意识攻击。对，就是意识攻击。而在我们这些人里边，论意识攻击，你是最擅长的一个，你的感应肯定也更清楚。意识是人的根本，重要性不会低于命核，意识的强弱自然也尤为重要。像在山世界内，那几位界神宫的天才遭遇到你的意识攻击，若是他们的意识能够更强一些，不至于会败得那般凄惨。而这天元秘境，其实就是用来磨练意识的一处秘境。磨练意识？天元秘境内一直存在着一股天然的意识冲击，且这意识冲击是越往前也是越强烈的。咱们现在刚才进入天元秘境，只是处于天元秘境第1层的最边缘，这意识冲击还很微弱。但你若是往前一直走，走到第1层中央，走到第1层最前方，或者走到第2层，那意识冲击便会有大幅度提升。天元秘境的意识冲击按照强弱一共分为4层，第1层的意识冲击一般1重天界神就可以抵挡，而第2层的则需要2重天界神的意识强度才能抵挡，第3层对应的就是3重天界神。至于第4层，第4层颇为玄妙，我飞雪道场历史上有不少天才到这天元秘境，其中不乏一些妖孽的3重天界神，但能够顶着那股意识冲击快入第4层的却少之又少。此外，在第4层出现了意识冲击更强之外，还会有一些别的机缘。比如10万年前，我飞雪道场便有一位3重天界神在第4层得到了一间颇为了得的秘术。当然了，第4层对于我们这些1重天界神来说还是太过遥远了，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第1层，顶多也就是在第2层依靠着意识冲击多多磨练自身意识就行了。剑无双，你的意识攻击如此强横，或许可以尝试走到第2层最尽头去磨练。原来是用来磨练提升意识强度的秘境。剑无双，意识强度想要提升并不容易，而像这等提升意识的地方也颇为难得。你虽然意识已经蜕变为灵魂之力，但也可以借助这天元秘境的意识冲击去提升的，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缘，不容错过。如此机缘，我当然不会错过。剑无双，我们只能在这天元秘境待10年，10年之后天元秘境会关闭，我们也必须离开，所以得抓紧时间，赶紧走吧。这第3层的意识冲击虽然强横，但依旧无法影响到我。哎，国王，你可知道我现在的意识强度到底属于何等层次？意识强度？你一直有修炼你师尊给的那提升意识、提升灵魂之力的法门，加上诸多历练，以及直接度逆修劫时那心结的磨练，这让你的意识远远超出你的同阶更多。现在的你若是真论意识强度，应当已达到2重天界神的最极限，甚至接近3重天界神。不过因为你的意识早已经蜕变成为了灵魂之力，灵魂之力那可是无比高端的力量，所以纵然强度要弱些，可寻常的意识攻击却很难奈何得了你。像现在你已经跨入这天元秘境第3层了，却依旧不曾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估计你只有走到第3层的中央才会感到吃力，至于你的极限，应当是在第3层的尽头。哼，开玩笑吧，一个1重天界神走到了第3层尽头，跟我们持平。之前在排位战上便看出这剑无双的意识攻击极强，其意识必然也差不到哪儿去，可我从未想过他的意识强度足以跟我们这些3重天界神持平啊。
一重天界神意识强到这种程度，这怎么可能？机会难得呀，我只有10年时间，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过。在这意识冲击的逼迫下，我潜心修炼万道经，短短9年时间，我的灵魂之力竟然提升了足足1倍有余。剑无双，你现在的灵魂之力，也就是意识强度，已经真正达到3重天界神层次了。哼，短短9年时间进步如此之大，这天元秘境的好处还真是够大的，怪不得飞雪道场跟界神宫天才们都想进入这秘境当中。我现在灵魂之力大幅度提升，单单这第3层尽头的意识冲击对我的压迫已经没有那么巨大，还剩1年的时间，或许我可以尝试着去第4层看看。这剑无双要做什么？这小子是想去第4层。第4层，就算是我们这些3重天界神里边，也就陈峰一人能跨过去。这剑无双一个1重天界神也想过去，开什么玩笑？跨过去了，竟然成功了！这，剑无双，坚持住，只需要坚持片刻，没有崩溃，你的灵魂之力自然就能够适应这一时冲击了。心结我都度过了，区区意识攻击算得了什么？哎，还好闯过来了。剑无双，继续修炼吧。你在这第4层修炼，比在第3层得到的好处应当会更大。灵魂之力，仅仅1重天界神便点燃了灵魂之火。逆修，而且他身上那股血脉气息，应当是古神血脉，而且血脉无比精纯，在古神一族当中，应当也算是无比高贵的。一个拥有精纯古神血脉，而且度过了第1重逆修劫的逆修，竟然出现在我这秘境当中。哼，倒是有点意思。古神一族，我与古神一族刚好有点交情，现在这小家伙竟然来到了我这秘境当中，哼，也罢，便与他结个善缘。阿七，如今在这秘境内，有一个来到了第4层的1重天界神，你等他准备离开时，将这东西给他。是。要离开了。这是万古混沌世界一些强者或是宗门用来记录强横秘术或者重要讯息的清明石。清明石？剑无双，你用你的灵魂之力仔细看看这清明石的内部。秘术，天元，这是灵魂攻击秘术。灵魂之力本就无比高端，而灵魂攻击秘术就跟你师尊给的万道经一样，都非常罕见，难得。而你现在运气这么好，竟然得到了一门灵魂攻击秘术。不，或许不是运气。我虽然拥有灵魂之力，却只能将灵魂之力融入剑术当中去攻击，这样虽然也是灵魂攻击，但却无法真正将我的灵魂之力彻底发挥出来。我的确缺少了一门真正灵魂攻击的秘术，刚好缺少就得到，而且还是我即将要离开天元秘境时，哪有那么巧？剑无双，你是说？虽然不知前辈大名，但今日之恩，剑无双铭记于心，今后必会相报。今后必将相报，这小家伙倒有点意思。天元秘术，运转灵魂之力的手段好生奇特，这便是灵魂攻击秘术。剑无双，我当初跟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
见识过无数强者。至于灵魂攻击秘术，也见人施展过一些。而以我的眼光来看，你的这门天元秘术应当算是极强的灵魂攻击秘术了。不过如此了得的灵魂攻击秘术，想要施展也并不容易。我知道。以我现在的灵魂之力水平，也就能够勉强施展不灭之光，而且我估计只施展一次，我的灵魂之力便会彻底耗尽。剑无双，经过天元秘境的10年历练，你的灵魂强度大幅度提升，已经足以媲美3重天界神。就算不施展这天元秘术，仅仅只是依靠剑术施展灵魂攻击，在2重天界神当中，估计也没有多少人可以抵挡得住。单凭这一点，你便已经站在2重天界神的最巅峰。而你若是能够将天元秘术第1重不灭之光给施展出来，哪怕只是施展一次，这道灵魂攻击却足以威慑到3重天界神。甚至若是出其不意之下，凭这一招，就算是直接斩杀一位3重天界神都是有可能的。3重天界神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杀死的。剑无双，凭你现在的实力，独自一人去10大修炼圣地，虽然还有很大风险，但能够活着抵达那儿的概率同样不小。可以出发了。既然这样，那我跟乌桑大人打个招呼，然后便直接动身。剑无双，这是我给你修改过的路线图，都可以通往10大修炼圣地的，你先看看。有2条路线？是有2条，一条是直接穿过古星海，而另一条却是将古星海给绕开的。这2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很大。我先跟你说这古星海，这古星海是万古混沌世界当中的一片险地，虽然对大能者乃是对界馆主那一层次的强者都无法构成太大威胁，但对界神来说那就颇为凶险了。古星海范围极大，其内部不仅仅存在着一些天然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古星海内还存在着不少异兽，还有异兽群。这些异兽群里边有些对人类修炼者是充满怨恨的，一旦碰到，说不定便会直接出手攻击你。所以你若是选择第1条路线的话，那边会有极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落得陨落的下场。可这样却能节省时间，从出发到抵达10大修炼圣地，只要途中不遇到太大变故的话，不用2000年便可以赶到。而你第2条路线是绕开古星河，这样风险可以低上不少，但消耗的时间却会更多。若是我选择绕开古星海，那需要多久才能够抵达10大修炼圣地？这个不好说，但保守估计3万年还是需要的。3万年？3万年时间太漫长，我还是选择第1条路线，直接穿过古星海。我也猜到你会这样选择。既然如此，那趁现在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到古星海，你尽可能的去提升实力。在进入古星海之前，你的实力每多提升1分，就会多1分活命的希望出来。我知道了。我现在才刚创出2阶高等绝学，可以我对剑术的积累，完全可以创出更强的绝学了。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我便将全部精力用来提升绝学。剑无双，你现在已经到了古星海附近了，再继续前进，便会真正进入古星海的范围。而以你的实力，单独一人想要穿过古星海的话，那无异于找死。往右边方向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里应当有一片陆地，先去那儿。这古星海附近并没有界域或者神国存在，
而这些人聚集到这儿，难不成都是冲着古星海来的？当然，古星海虽然凶险，但也有人将其当作修炼之地的。此外，跟你一样想要穿过古星海的人也不少，毕竟想要绕过古星海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这些人也都宁愿多承担一些风险。而且这些人也都不蠢，不会傻乎乎的一个人，而是会与大量修炼者组成队伍，这样他们穿过古星海的把握就大上很多了。与大量修炼者组成队伍，这片陆地上应当有很多由修炼者组成的要横穿古星海的队伍。剑无双，你也可以选择一支加入其中，跟其他界神联手，就算在古星海内碰到危机，度过的机会更大。而你一位一重天巅峰界神，应当会有不少队伍愿意接纳你。我去试试。诸位，都好好准备下，1个时辰后，我们便出。啊？抱歉，我弟弟并非有意打搅阁下修炼的。戒尊？是谁将这2个戒尊带上船来的？难道他不知道古星海是何等的凶险，竟然还带上了2个戒尊层次的拖油瓶？是谁带上来的？赶紧站出来，否则老子直接将他们2个给扔下去。他们2个是我带上来的，你有意见？段大哥，走吧，我们去船舱内。刚刚那位，便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其中一位3重天界神吧？那女子叫他为段大哥，就是说他姓段，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刚刚那位大人，我知道，他叫段凌风。段凌风，这位段凌风大人的确是3重天界神，但他却刚度过3重天神劫不久。据说他渡神劫时动静非同小可，甚至还有亲眼见到他渡神劫的强者说，这位大人的3重天神劫是心劫。心劫？正常情况下，这位段凌天大人度过了心劫，实力必然会无比强横。但可惜他才刚度过不久，神力才刚开始向3重天界神转化，所以怕也强不到哪儿去啊。是这样，那倒是可惜了。无双大哥，你看我演练的剑术如何？还不错，要是剑术基础再提升一些就更好。罗海，你的那位段大哥可是3重天界神啊，之前你一直跟在身边，为何不喜欢练刀，却偏爱练剑？自我出生后，无语姐姐的确一直跟在段大哥身边，但是段大哥却并没有指点过我用刀，而且我也不喜欢用刀，我喜欢用剑。我今后必然要成为一个仗剑行走天下的剑客，就跟我父亲一样。啊，你父亲也是用剑的？那是紫天雕，好多紫天雕！快，操控飞船改变方向！不行，来不及了！不好！所有2重天以上界神都出手，趁他们没将禁制破掉之前，找出他们的首领，然后斩杀了。月儿、小海，你们2个赶紧躲到船舱里边。什么？该死3丸紫天雕，竟然有5头！小心！杀！
无双大哥，你们两个跟在我身后，别乱跑，知道吗？差一点，月儿跟小海便死了，只差一点，你们都该死！那是剑无双，你碰到真正的天才了。真正的天才，段凌风，就是他。如果我没有感应错的话，那段凌风应当是受了重伤，确切的说，可能是中了一种剧毒，导致他的实力根本没发挥出来。不然他早就出手将那5头三文紫天雕给斩杀了。受了重伤？别奇怪，这段凌风的确很厉害。若非他受了重伤，若非是因为他刚才度过神劫，体内神力才刚开始转化，别说区区5头三文紫天雕了，就算是整个万古混沌世界，无数三重天巅峰界神当中，他都绝对可以称之为无敌。他有这样的实力。在万古混沌世界，无数三重天巅峰界神当中，称之为无敌。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在浩瀚的万古混沌世界当中，应当都属于最顶尖的天才，跟你在飞雪神国那飞雪道场界神宫见到的天才根本就是两回事儿。那些天才顶多只配给他提鞋罢了。当然，这段凌风虽然是真正的天才，但你也不比他差。月儿、小海，你们没事吧？没事。是无双大哥救了我们，多谢。举手之劳而已。何况若非出手斩杀了那5头三文紫天雕，恐怕我们这支队伍怕没人能逃掉。说起来，应当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你才对。陪我喝一杯吧。今日幸好你及时出手救下了月儿跟小海，不然我真的没脸去见罗岩大哥了。罗岩大哥？罗岩大哥是他们的父亲，是与我生死之交的好友。不久前，我在渡第3重神劫时，我的仇家忽然找上门来。罗岩大哥为了让他们不妨碍到我，明知不敌，却依旧以一己之力拦下了对方3位3重天界神，而最终我度过了神劫，但罗岩大哥却死在我仇家手中。可以说，我欠罗岩大哥一条命。罗岩大哥死前交代过，要我将玉儿跟小海送回他的家乡龙行界域。我拼着这条命不要，也必然要将他们送回家乡。但今日，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也受了重伤吗？你看出来了？你的伤势肯定很重，而且对你的战力影响很大，不然你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把那3头紫天雕给杀了。的确，我是中了仇家的一种剧毒，实力无法爆出太多。今日能够斩杀那几头3文紫天雕，也是拼着剧毒噬心的风险才爆出来的实力。是这样吗？你中的是什么毒啊？或许我有办法替你解决呢。不用，那剧毒已经被我彻底压制，只要给我一些时间，也用不了多久，不用100年，我便足以将那剧毒完全清除掉。那既然这样，你为何不把那剧毒完全清除掉，再来这古星海？我也没办法，因为我的仇家已经找上门了，我只能立即离开。这样啊？剑无双，今日看你一剑便斩杀了足足10余头紫天雕，你的实力挺强的。我可比不上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之所以要穿过这古星海，是为了去那传说中的10大修炼圣地吧？对，10大修炼圣地。
这里已经接近古星海边缘了，用不了多久，顶多1个月，咱们就可以走出这古星海了。总算要离开这里了。老实说，这一路上我可都提心吊胆的。提心吊胆的可不止你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幸好这一路上有段灵风大人在，不然我们能否活着走出古星海，真不一定呢。这种感觉，这种狂热的感觉太强烈了，纵然是上次我发现一头血凤时，那种感觉都没有这般强烈。是谁竟然给我这样的感觉？是那个方向，是猎物，而且还是非常美味的，足以让我不惜一切的猎物。嘿，看来今日可以大饱口福了。嘿嘿，美味可口的猎物，我来了！无双大哥，我创出的这门剑术如何？还行。不过你既然已经开辟出一条剑道来了，那便可以尝试着以这条剑道去创出剑术来，这样剑术才能够将剑道威能完全发挥出来。是这样。无双大哥，其实这40多年，你一直有指点我的剑术，我在你的指点下也受益匪浅。哎，要不然我直接拜你为师吧。拜师？一个人就敢拦住我们的去路？这个人似乎很强。不知阁下为何要拦住我们的路？嘿嘿，找到了，就是他。太美妙了，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我感觉我的整个身心都要飘起来了。这个人，这个猎物，他身上的血脉太让我兴奋了。剑无双，你有麻烦了。如果我没有看错，出现在你眼前的人是吞天族。吞天族？吞天族是万古混沌世界站在最顶尖的族群之一，以异兽精血为食，无比霸道，几乎没有天敌。且纯正血脉的吞天族天生对一些血脉有着极强的感应能力。我估计眼前这位吞天族强者便是感应到你身上王族古神血脉，这才特意赶过来的。王族古神血脉对吞天族的吸引力非常巨大，所以他现在是想杀了你，吞噬你的古神精血。阁下若是再不让开，休怪我等不客气了。嘿嘿，我倒是很想看看你们是如何个不客气法。三重天巅峰界神，嘿嘿，人类修炼者，我只对你们当中一个人感兴趣，将那个人交给我，至于其他人就可以离开了。啊，只要他一个人？他对我们没太大兴趣。难不成他是我们当中谁的仇敌，一路追杀到此的？不知阁下要的人是哪位？是他，是界无双，是他。这位三重天界神是冲他来的。无双大哥，剑无双，抱歉，请你离开飞船。哼，还真是人情冷暖。国，你之前说过吞天族有很多种类，我当初遇到的霸天老祖是吞天蝙蝠，所以极其擅长速度。可是我现在遇到这位吞天祖，或许他实力极强，但速度上未必擅长。是这样。也就是说，凭我现在的实力，一离开飞船之后便直接施展众多底牌手段疯狂逃命的话，那应当也有一丝逃命的机会。若是在其他地方几乎没可能，
但在这古星海，倒的确有一线生机。那就好。江无双，啊，我跟你一起出去。你跟我一起？你之前出手救下了月儿跟小海，而现在我也救你一次，咱们算是两清了。外面那人交给我。哼，可以一试。月儿、小海，你们就待在这船上。嘿嘿，来了来了，我的猎物来了！哼，哪儿来的蠢货？我可没工夫陪你玩，滚一边去！什么？蠢货！若非我的战力现在只恢复了60%，你刚刚已经死了。看样子，猎物到手之前，还得先将碍事的人解决掉才行。嘿嘿。第7式。小子，刚刚不是很猖狂吗？可现在看来，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嘛。再来试试第8式。厉害！你比我之前碰到的几位3重天巅峰界神都要强上不少。既然如此，你便再来接我一刀吧。第9式。什么？还有？好强啊！我说过，这段凌风的天赋很可怕。至于到底可怕到哪种程度，你现在还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他已经跨出了那一步了。跨出了那一步？好家伙，这位吞天祖恐怕有着不俗的背景。他现在施展的秘术很不简单。段凌风虽然厉害，但他的实力终归没有恢复到巅峰，顶多也就能够跟着吞天族正面抗衡。而且神力精纯方面，段凌风是比不过这位吞天族的，更别说他体内还有着那剧毒时刻影响着他。持续厮杀下去，段凌风怕是敌不过。剑无双，你得赶紧想办法。国王，吞天族的人是不是在意识方面不怎么擅长啊？意识？对，吞天族的确不怎么擅长意识。毕竟吞天族是以吞噬异兽精血，从而提升自身实力的。他们的实力提升大多是靠着强行掳去，而并非是靠着自己一步步修炼上去的。所以他们的根基并不强。至于意识方面，也的确算是他们的弱点。不过，就算是弱点，可他终归是3重天巅峰界神，寻常的意识攻击也很难奈何得了他。剑无双，你现在的灵魂之力的确远强于同阶，可你若是想凭你的灵魂攻击去对付眼前这位吞天族的话，怕是有点不现实。不现实？我又没想凭我的灵魂攻击击杀死他，我只是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给段凌风创造一个机会。难道也还不现实？创造机会？如果仅仅只是创造机会的话，那或许还可行。既然如此，那我便搏上一搏。刚好我得到那天元秘书到现在还不曾真正施展过，今日就用这位吞天族试试那门秘术的威能。不过以我现在的灵魂之力，只能施展一次。若是利用这一次秘术给段凌风创造机会，将这位吞天族杀死或是重伤的话，那我便也只能逃命了。也就是说，我只有一次机会。段凌风，我会想办法给你创造一次机会的。这机会很短暂，稍纵即逝，你千万要抓住。找死！天元秘术第一重，
不灭之光。螳臂当车。还好，只是受到部分力量波及。要是硬生生挨一拳，我身体虽强，却也绝对扛不住，必死。我被重伤，你也别想好过。这是……段凌风，就是这时候，赶紧出手！你实施！唉，还好他死了，要不然我就只能逃命了，而且能逃掉的几率怕是也不大。这天元秘术比想象当中的竟还要强上不少。这门灵魂攻击秘术的确很强，不过说到底还是那吞天族自身的意识太弱了些。一个三重天巅峰界神，可他的意识强度却只是勉强达到三重天高等界神层次。你的灵魂强度早就媲美三重天界神，全力施展天元秘术，本就可以对一般的三重天界神产生威胁，而你刚刚还动用了星辰秘术，足以对三重天高等界神产生威胁了。最关键的是，他没有防备，措手不及啊！简无双，你没事吧？还好，这次多谢你了。你刚刚施展的是意识攻击吧？是。你一个一重天界神，可意识攻击竟然让一位三重天界神巅峰都受到了影响。我刚才也是施展了众多底牌和手段的，这些手段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施展，而且刚刚那个人其实意识并不强。段凌风大人，剑无双小友，你们还有脸过来？算了，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对，刚刚那人可是一位三重天巅峰界神，我们这支队伍当中，除了段凌风大人你，根本没有谁能够抗衡，所以我们只能……段凌风啊，我也有一艘界外飞船，反正这里距离古星海外也不远了，不如你我二人就此行出，如何呀？可以。月儿、小海，你们过来。不愿继续与我等同行又如何？现在距离古星海外也仅仅只有1个月路程而已，就算没有他们2个，难道我们就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了？就是，不就是实力强一点吗？还故作清高的样子，什么东西？哼，这2个人还以为我们会舔着脸去求他们，可笑。他们要离开随他们的，我们走自己的就行。出发吧。不好！不，完了！该死！段凌风大人，救命！救命啊！总算出来了。剑无双，你要前往10大修炼圣地，而我得送玉儿跟小海他们回各自的家乡，咱们便在前面的界域上分开吧。好。段凌风，后会有期了。等我将玉儿、小海送回他们自己的家乡后，我也会去10大修炼圣地闯荡。到时候，你我说不定还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哼，我喜欢。再见到你时，你应该已经是3重天界神了吧？我尽量。无双大哥，再见。再见。剑无双，你既然已经渡过了古星海，那接下来的路线相对来说风险就小了，不过路途却还颇为漫长。从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出发前往最近的圣地，在途中不发生变故、不耽搁的情况下，也还需要上千年时间。此外，在最后一段路程当中，还有我跟你说过的无尽虚空。那无尽虚空杀戮最为广泛，很多想要前往10大修炼圣地的天才或是强者，都在经过这无尽虚空当中丢掉了性命。
所以到了那无尽虚空，你也务必要小心。我明白，出发吧。剑无双，前面便是10大修炼圣地之一东皇圣地了。终于到了，难怪那么多天才强者都不畏惧艰辛，要到这10大修炼圣地修炼。这里的修炼环境还真不是其他地方所能够比的呀。剑无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毕竟你现在所在的10大修炼圣地之一的东皇圣地，却并非是星辰一脉所在的紫月圣地。要从东皇圣地出发前往紫月圣地有2种途径，一种是乘坐那种连接2大圣地的空间虫洞，可以直接抵达。不过那种级别的空间虫洞乘坐一次消耗的代价却无比巨大，根本就不是你所能够承担得起的。至于另外一种途径，直接靠你自己慢慢赶路的话，先不说花费的时间比你从飞雪神国来到这东皇圣地要更久，且途中的凶险也要更加巨大。耗费的时间更久，凶险也更大。那你这么说，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去那紫月圣地了。你先别急，单凭你自己想要从东皇圣地出发前往紫月圣地的确不可能，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可你自己去不了，难道就不能让星辰一脉的强者主动来找你，来接引你吗？接引我？剑无双，你别忘了，你不仅仅是星辰一脉弟子，你还是入主了星辰宫的。在星辰一脉内，入主星辰宫的弟子地位非常高，任何一位都足以令星辰一脉重视。而你现在只要想办法给星辰一脉传个讯，告诉他们你在这里，不出意外，星辰一脉自然会派遣强者过来接引你。是这样啊。至于如何传讯嘛，之前在那神国界域内，想要传个讯息到紫月圣地，到星辰一脉当中还颇为艰难。但既然到了东皇圣地，那要传个讯就简单多了。据我所知，10大修炼圣地内有一方大势力，名为万象楼。万象楼包罗天地万象，其势力遍布10大修炼圣地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座城邑当中。这万象楼经营的东西也有很多，贩卖情报、买卖宝物，甚至是暗杀天才强者。总之，只要给得起价，任何事情万象楼都可以办成。而你现在仅仅只是简单的传个讯而已，这万象楼当然可以帮你轻易做到。万象楼，只要给得起代价，什么都可以做到。那要是让他们暗杀大势力的顶尖天才或者强者呢？他们也敢吗？当然敢。万象楼没有什么是不敢去做的。曾经就有人付出极高的代价去暗杀一方大宗门的绝世天才，而那方大宗门在一方圣地内可是排在前3的霸主级别的存在，论实力比之星辰一脉都毫不逊色，甚至隐隐还要更强一分。然而万象楼却依旧出手了。得手之后，那方大宗门虽然暴怒，也跟万象楼争斗过一段时间，可他们根本奈何不了万象楼，最后自然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这么厉害，先去万象楼。这就是万象楼，人还真多呀，而且几乎都是强者。逝者都是界神，10大圣地的界神还真不值钱呢。剑无双，你要搞清楚，10大修炼圣地是万古混沌世界最核心的地方，无数修炼者心中的天堂。整个万古混沌世界1半以上的强者都聚集在这里。至于界神，在一个普通界域内倒算得上是强者，但在10大修炼圣地当中却平凡得很。像你现在也仅仅只是一位1重天界神，在这圣地内能够杀死你的人一抓一大把，
所以在你还未被真正接引到星辰一脉之前，你还是别轻易招惹是非的好。我明白。不知阁下需要什么？我要万象楼替我传个讯。传讯？给谁传讯？紫月圣地，星辰一脉。跨越圣地？阁下，跟我来吧。阁下，请将您的传讯内容记录在这枚令符上，我万象楼会尽快将这讯息传递出去。至于需要的费用嘛，200万混沌金。仅仅传个信儿，这么贵？就请阁下暂且在这等候一段时间，也用不了多久，顶多3天便会有回应的。大人，何事？从万象楼内传来一道讯息，是一位界神传来的。那位界神说他是我星辰一脉，而且还是星辰宫弟子。现在在东皇圣地内，请我们派遣一位强者去接引他。星辰宫弟子？我星辰一脉星辰宫的弟子就那么些个，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人来了？他说他是在自己家乡通过了星辰雾海留下的考验，成为星辰宫弟子的。星辰雾海？莫非是公主当初留下的？我问过公主了，她的确留下过星辰雾海，而且她不久前也有所感应，的确有人通过了星辰雾海内的考验，应当便是这位界神了。对了，这小家伙叫什么名字？什么境界？他叫剑无双，现在是1重天界神。且他传递的讯息说，他是从古星海的另一端，一个叫飞雪神国的地方来的，刚到东皇圣地。古星海另一端？那可是要穿过古星海和无尽虚空2重险境，他一个1重天界神竟然闯过来了。不错，不愧是能通过公主设下考验的天才。你让万象楼回讯给他，就说我星辰一脉会立刻派遣一位强者前去接引，10年之内应该就会赶到，让他在那儿等着。是。如今我星辰一脉的执法长老都有任务在身，该派谁去接引这小家伙？哼，对了，元，你找我？我这里有件事情要交给你去做。什么事？去东皇圣地，那里有我星辰一脉的一个小家伙，还是星辰宫弟子。他刚从自己的家乡经历不少艰辛才赶到那儿，刚传讯来，请我们派遣一位强者去接引他一下。就这么简单？如此简单的任务，随便找一位执法长老前去便行了。话是如此，但一来我们现在这些执法长老都有任务在身，没有能腾得出手的。再者，那小家伙通过公主设下的考验，这才成为我星辰宫弟子，非同一般。我想你去接引他的同时，顺便判断一下他的实力如何。此外，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你这些年在那地方闯荡，好不容易回来了，那便放松放松，别把自己绷太紧了。好，我去。阁下，你之前传讯的信息已经有答案了。说什么呀？星辰一脉回讯，说他们已经派遣了强者，正赶过来，10年之内应当就能够赶到，要你在这里等候一段时间。太好了。既然事情可以了，那阁下请自便吧。剑无双，再等10年，你便可以真正进入星辰一脉了。等到了星辰一脉，你的天赋才能够真正得到发挥。10年？哎，听说了吗？咱们这血域大陆10万年一届的仙元大会开始了。早就听说了，这可是血域大陆最高规模的大会，
听说很多顶尖天才都参加了，像咱们紫心府里边这些稍微有名气的界神都参加了。仙元大会呀，这可是能够一步登天的好机会。唉，可惜我实力太弱了，不然我也想去试试。仙元大会，剑无双，这仙元大会听起来不错，你要不要去试试？我已经是星辰一脉弟子了，没那个必要。不管怎么说，你也先去看看吧。你刚到10大修炼圣地来，多见识见识这里的天才，对你也有好处。剑无双，那9界楼在东皇圣地内也有不小的名气，是完全针对绝学的考验。你在赶路的这些年，剑术也提升了不少，大可以尝试去闯一闯，看看能够闯过第几层。我去闯，可是我没打算参加那仙元大会。谁说你闯了9界楼，通过了预选，就一定要去参加仙元大会的？可以不用参加。废话。还没轮到我，还真够慢。开玩笑，一座城邑起码有过10数万界神报名参加了这项预选，而一个个的挑战起来当然慢。若不是如此，这仙元大会的预选也不会提前足足10年了。你别着急，反正星辰一脉的那位强者还没到，慢慢等便是。且我估计也快轮到你了。下一个，程无双。无双公子，是我们石心城的第一天才无双公子。无双公子竟然也来参加这预选了，不是说老早便有宗门要收他为核心弟子吗？以无双公子的实力，通过这预选应当是轻而易举的，甚至就算到了那些仙元大会上，他也应当能够展露出一些头角来。程无双，这名字倒是跟你有几分相似的啊。这石心城的第一天才，不知道他能够闯过那9界楼的第几层。程无双闯过9界楼第11层，无心幻境第4层，通过预选。果然通过了，毫无悬念，无双公子肯定能通过，而且通过预选的标准是闯过9界楼第10层，无心幻境第3层，而无双公子都多出了1层，真是太厉害了。无双公子，他是我们石心城内第一个通过预选的。下一个，剑无双。剑无双，有意思。刚刚上场了一个程无双，现在又来了一个剑无双。难道石心城内还有第2个无双公子？2个人都叫无双，且好巧不巧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参加预选。这，哼，你叫剑无双，你换个名字吧。无双这个名字不是你这种货色能够拥有的，你配不上。哦，名字是父母起的，又岂能随意更改呢？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配不上这个名字？说不定配不上这个名字的人是你呢。黑暗虚空当中1100年的漂泊，那些岁月我都一直在用来钻研自己的剑术，如今就拿着9界楼好好试验一下我的剑术到底到达了哪一步了。开始吧。剑无双闯过9界楼第14层，无心幻境第5层，通过预选。怎么可能？怪物，这是一个真正的怪物，一个在紫心府，不，在整个血域大陆，甚至整个东皇圣界都无比耀眼的怪物。我之前竟然说这个怪物不配以无双2个字为名，他应当不会为了之前那句话来找我麻烦吧？大不了我改名，我改用其他的名字，应当可以消除他心中的怒火吧？快禀告上去，
是星城内有真正的顶尖天才出现。哎呀，闯过无心幻境第5层，特别是闯过9阶楼的第14层，那可是第14层啊！9阶楼一共也才17层。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这仙元大会的预选截止到现在，整个紫心府内闯过了9阶楼第14层的也才仅仅2人，而这个剑无双却是第3个。快禀告给宗门，让他们立即派遣强者到来。若是晚了，这位天才说不定就落入别的势力手中了。我的剑术已经陷入瓶颈了，要是没有大的机缘，想要再突破，创出更强的剑术绝学来，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啊！真神？你便是剑无双？我是剑无双，不知大人是？老夫无尘，来自天罗星宫。天罗星宫？实不相瞒，老夫是知晓小友你今日在参加那仙元大会预选时，闯过了9阶楼的第14层，这才特意赶来的。老夫是希望小友能够加入我天罗星宫，成为我天罗星宫的核心弟子。小友若是答应加入，我天罗星宫必定竭尽全力栽培你。小友，我天罗星宫乃是紫心府公认的第1宗门，拥有大量资源，绝对可以让你的天赋完美发挥出来的。这个，无尘老怪，你说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害臊啊！又来一个，孔敬。哼，我若不来，还真不知道你会将你的天罗星宫吹到何等程度了。还说你的天罗星宫是紫心府公认的第1宗门，真是可笑。如果你天罗星宫是第1宗门，那我的精益圣教又算什么？剑无双是吧？我是精益圣教的孔敬，我这次前来也是代表我精益圣教邀请你加入。你若是答应，我精益圣教许诺会让一位实力极强且擅长剑道的真神给你当师尊，亲自指点你，如何？我星辰一脉的这位弟子倒是挺受欢迎的嘛。精益圣教，不管是那天罗星宫还是这精益圣教，我听都不曾听说过，估计只是这东皇圣地内的一方小势力，能有几位真神坐镇便算是不错了。在东皇圣地，像这样的小势力数不胜数，又如何能够跟星辰一脉相比？剑无双，你无需理会他们。我知道。小友，老夫知道，以你的天赋，完全可以在那仙元大会上崭露头角，也很有可能被一方更大的势力宗门看中。但是小友别忘了，那些大势力虽然资源众多，但麾下的优秀弟子也数不胜数，分摊下来，你能够得到的资源反而会很少。但在我天罗星宫就不同了，像你这样的天才，绝对会得到我天罗星宫最大程度的栽培。我精益圣教也是一样。两位大人，抱歉，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实不相瞒，我根本没打算去参加那仙元大会，自然也没打算加入其他宗门势力。之所以会参加那预选，只是刚好想借助9阶楼验证一下自身剑术吧。不打算加入宗门势力？对，确切的说，我老早就有师门了。是这样？啊？本座雷潮。雷潮？星辰一脉的雷潮真神？真神榜强者？见过雷潮大人。见过大人。你便是剑无双？见过雷潮大人。我奉命接引你去星辰一脉，你准备一下，我们立即动身。
不用准备了，我随时可以出发。雷朝大人，我二人之前并不知道这位小友是有师门的，更不知道他是星辰一脉的弟子，这才会出面邀请，还请大人您恕罪。